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外拍的一所深圳某中学的视频，相当于一个纪录片。我看了之后感慨良多。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中国深圳啊，它是中国科技呢最前沿的城市，它的理念也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它的学校从硬件啊、软件来说都非常的超前，这让我呢感到很欣慰。我一点都不惊奇，因为中国科技应用到日常生活是司空见惯的啊，所以他们的学校建设的真的是相当的好，什么数字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在学校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这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寄宿制的学校。不了解中国内地、中国大陆朋友们可能对中国这种教育制度呢有点感到不可思议啊。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在中国除了一些城市里面还有走读学校之外，但是其他一般都是寄宿制的。甚至在中国一些比较边远的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广西农村地区，因为现在生源越来越少，所以有些地方呢，它的小学都撤掉学校了，然后呢，把这些学生集中到一个完全小学，一个中心小学，比如说从1年级到6年级全部呢集中到一起，比如说4年级到6年级的孩子现在都要住校，这也是全日制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另外，在中国内地啊，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呢，都是全日制的学校。比如说，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多，学生呢都在学校里面。这全日制的学校，我觉得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特色，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德国这种教育制度啊。所以像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呢，它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可以说一应俱全。里面除了有教室之外，这是智能化的教室了。现在在这所中学，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就是现在的硬件呢，要比我念小学的时候完全是个天一个地了啊！除了有教室之外，还有食堂、图书馆、运动场馆、实验室等等等等。反正呢，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的设施都在里面。对，里面还有小卖部。比如说，我10年前我回国去支教过一个学期，回我老家，我接触过这种寄宿制的学校。他平时呢，学生是不准出校门的，所以呢，里面还有小卖部，生活设施还有你生活用品在里面都可以一应俱全。而且在中国内地啊，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它能够把这个教育制度呢推行到全国，也就是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在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大同小异啊。那么这种教育制度导致了中国的年轻父母有孩子的话，只要他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后，那个母亲或者父母双方中的一方可以安心又出去工作，一个是为自己家庭，一个是为国家呢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在中国父母当双职工的情况非常的司空见惯。诚然，那个老外拍的深圳这所中学特别的先进，所以我看了网上，它是油管上的啊，我看了网上短短时间就超过了100多万点击，下面好评如潮。我看到没有任何一条负面的评论，里面有很多是美国人，有美国的老师，也有美国的学生，都是呢羡慕嫉妒中国这种中学有那么好的学习啊生活环境，让他们特别的羡慕。他们说跟这个比起来，美国那些学校简直就是渣。其中有个老师可能是纽约的吧，他说他在美国纽约很多学校都教过，甚至呢在长岛他也教过。他说我可以肯定的说，美国的学校、纽约的学校根本就比不上中国这种学校。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那些网友也在评论，甚至有不止一个网友说，深圳这所中学啊，它可以吊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诚然呢，中国的深圳呢是科技制度，所以它的学校的什么环境啊，还有它的设备啊、硬件、软件呢都超前，这很正常。但另一方面呢，中国这种全日制的制度，我认为呢，它是很好的，值得全世界推广。我觉得，因为孩子嘛，在学习的年纪，学生们一天到晚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学生活环境当中，当然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接触那些他们这个年龄本该不接触的东西，比如说毒品啊、暴力啊、性等等。那么德国的教育制度怎么样？我相信呢，可能美国还有西方其他国家差不多吧。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半日制学校。
在德国，从幼儿园开始啊，一直到中学吧，他们的孩子一般是中午1、2点钟就放学了。现在呢，德国各州的政府，因为德国它教育呢是下放到各个州的，所以各个州的可能它的教育制度不太一样啊，它的课本也不一样。我自己呢更倾向于中国这种中央统一的这种制度，德国不同，半日制呢，但是全国都差不多，所以到了下午1、2点钟，学校就放学了。那么有财力的州的政府可能会倾听民众的意见呢，倾听选民的意见，比如说要求增加孩子在学校停留的时间，因为很多父母或者不少的父母不得不2个人出去工作来养家糊口，对吧？如果是你的孩子过早的放学，没有大人在家，那孩子干什么放养式的，那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德国的父母也知道，但是德国教育体制又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那就是孩子们有的父母呢无法顾及自己的孩子，前面说了，父母是双职工，都要出去工作。那么如果是有财力的州啊学校，可以让孩子寄托在那里，比如说到下午5点5点半，然后等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家了，孩子呢再回家去，这样是比较好的。有的州可能他没有这个财力，那么下午1、2点钟学校放学之后，这些孩子去哪里干什么，可能很多的父母不知道。如果是双方都去上班的话，所以呢，这导致了在德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他们不该接触的东西，跟中国不一样啊，比如说毒品啊、暴力啊，还有性啊等等等等这些那个社会丑恶现象。而且我们也知道，就孩子嘛，有的时候大人都一样，自制力不强，那孩子几岁十几岁，他可能好坏都分不清楚，所以呢，学坏非常容易在这种环境下。然后呢，在德国相对来说，这个整个社会呢比较宽容。我告诉大家，可能不信啊，在德国很多的父母他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在14岁、15岁的时候就开始带男女朋友回家过夜，也就是已经发生性关系了，十几岁、14、15岁。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德国的父母或者德国学校比美国相对来说要做得更好，那就是女孩子的怀孕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很早就有这种性行为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中国还有西方或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中国这种全日制的制度，你看从早到晚，中国的孩子，特别是寄宿制的学校的孩子，都学习生活情境式的在这种学校的环境当中，所以呢，他们几乎可能没有其他的时间和精力来想或者接触他们那个年纪不应该接触到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像德国还有美国这种西方的孩子，从早上比如说7点多到学校，到下午1、2点钟，可能就是5个小时左右真正在学校的时间，对吧？而且你们也知道，就是西方人他是崇尚呢个人自由，那么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一个班的纪律有的时候都维持都成问题，那么他们真正能够学习的时间可能少之又少。再加上呢，德国很少有家庭作业，所以呢，他们真正的时间学习的可能就是在学校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长此以往，中国学生从早到晚，一直呢从孩子开始，一直到可能大学毕业，一直在学习。而德国的孩子呢，可能从小就是学习半天，然后一直这样。你们觉得长此以往，几十年后，那谁，比如说基础教育更好呢？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也反映到科技方面，中国现在特别是这几年科技大爆发，因为我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另外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后呢，中国大力投入教育。比如说去年2024年，中国教育的财政预算大概是4.3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大概是再加上一些社会性的投资，然后呢，可能父母一些投资，全部加在一起。有的网友或者应该是这个外国博主，他提到了中国每年投入教育的资金，相当于美国每年军事的开支，也就是8000多亿美元，遥遥领先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因为那么多投资，那肯定会反映到教学这硬件啊，还有软件这设备的投入，对吧？
我觉得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我10年前，就是2015年，我回过我老家去支教半年，一个学期，回到我自己原来的母校。支教那就是我不用报酬的，就是我牺牲我自己的时间去做一点我觉得认为对我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我是回到了我们老家一所中学，所以呢，我能够说10年前啊，我们广西桂林乡下的一所中学，它的设备已经当时我认为已经进入电子化了，就是说，在一个教室里面，它有个大大的黑板，那个黑板它是左右还有像双层的啊，可以左右把它弄开或是关起来，然后呢，中间有个大大的那个显示屏幕，相当于一个平板电视一样，很大一个。然后呢，老师他上课可以，他是因为是电子化的教育嘛，所以呢可以接上比如说 U 盘啊，或者你的手提电脑啊，然后播放你课件，也就是你课堂准备的一些资料给学生。像这种要比我读书的时候先进太多了。然后呢，学生也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内容，然后呢与同学们分享。因为我去的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人数比较多，好像有50多个、60个人，所以呢，老师在课堂上要带麦克风，以便让全部同学后面的同学也听得见老师讲的东西。然后呢，里面当时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空调，现在听说已经升级到有空调了。当时是学校的灯光也比较好，然后呢，每个教室呢都有窗帘啊，还有电风扇，这种设备是必备的啊。这是我当时见到10年前的中国的学校是这样。出于好奇，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现在我们广西最边缘的小学，我放图片给大家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你看看，像这种中间有一块大大显示屏的黑板中间啊，它现在是全部中国学校的标配，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当然不用说了啊，都是这样。所以呢，中国这种硬件还有软件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是有目共睹的啊。我来说说我读小学吧，我是上世纪70年代读的小学，我们忆苦思甜一下，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啊，我们的小学当时呢是泥砖瓦房，那个瓦因为南方的瓦啊是很小片很薄的，所以呢一刮风或者下不是很大的冰雹，或者有个老鼠呢爬到房顶，也许呢都会造成漏雨。遇到这种下雷暴雨的时候，可能整个教室呢它会漏雨。当时连水泥都没有，我们的小学的地板呢都是泥土的，所以打扫教室的时候要洒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知道洒水这个词，就洒水啊，扫帚扫的时候呢不用尘土飞扬。特别是啊南方的冬天，因为当时呢全球变暖没有像现在那么严重，我们广西桂林是属于广西的北部，所以冬天当时呢特别的冷。我们的学校它的窗户呢当时是有的玻璃坏了之后是没有钱去更换那玻璃的，有没有玻璃我都忘了。反正呢到冬天北风的呼啸啊，特别的冷。有财力的学校，小学啊中学都会买那种尼龙薄膜，从外面把它这个窗户把它封起来，不让北风吹进去。然后呢我们很冷啊，所以呢每个孩子一般都会提一个很小很小的，有的时候是那种搪瓷碗自己做的，用铁丝做的一个小火笼，烤火，里面可以放木炭呀，或者放烧那个柴火用来取暖。然后我们一边从家里出来，一边往学校走的路上，还这样甩，把那个火把它点燃。到了学校之后，因为有烧柴火的，或者是有那个炭那种头啊，木炭没有全部烧过，所以可能会冒烟。所以整个冬天可能上课的时候乌烟瘴气，确实可以用乌烟瘴气来说。回想起来，比如说我小时候这个办学条件啊，那时候的教室真的只有一块黑板。然后那个课桌呢都是比较老旧的了，有的可能腿都坏了等等。反正回想起来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教学环境啊，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相信呢我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啊。而且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比如说广西这个那坡县啊，是我们广西最落后的一个县，少数民族县，它是跟云南省应该是沪宁县吧交界。我去过这个地方，你看现在他的小学都是这样的设备，你们想想看，整个中国到底目前这个教学它的硬件是什么样子？
软件当然了，就是现在呢，年轻一代的老师他们对这种电子化、智能化的应用，要比我们当时的老师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而且广西这种少数边山穷的省份都这样了，你们想想看，比如说中国沿海地区啊，或者是中国经济强省，他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我就更想象不出了。可能很多跟深圳这所中学差不多。哦，我还想起了，当时我们的小学教室里面连灯都没有，因为当时连电都没有，所以一碰到刮风下雨啊，天气不好的时候，整个课室呢是特别的黑。所以呢，我在这里其实有很多是海外的，在海外的华人或者是华侨，很多人呢离开我们中国内地、中国大陆很多年了，可能你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你们刚刚离开中国的时候，认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贫穷落后。其实这个观念真的要改变了，因为我是一个活例子，我回去支教过，难道我不知道吗？对吧？整个中国现在确实啊，这些年因为一个是政治呢比较稳定，另外一个呢大力投入教育科学，所以让整个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学校硬件、软件呢也能体现出来。中国人因为比较聪明勤劳，所以你政治稳定的话，加上政府啊舍得投入或者慢慢有钱投入到教育，所以呢导致了整个国家，你看过去的40年，这个投入啊，以及中国人的勤劳啊、聪明，现在出现了爆炸式的那种结果了。你看一个大招一个大招放出来，如果没有中国科技的进步，没有中国教育的持续投入，中国能有现在这样从科技和军事这样的大爆发吗？绝对不可能，对不对？而西方除了美国之外，因为美国它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全世界的国家还是很多人仰慕美国，想移民到美国去，特别是这种人才，人才啊是最难得的人力资源，对吧？还是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国去，为美国的科技做出贡献，这是中国不具有的优势。但是呢，中国只要你政治稳定，政府呢持续的投入，中国人多，它有一个基数，加上呢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所以中国人才可以吊打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这一点呢也是不足为奇的。所以说，你看这几年中国就突然就起来了，让西方呢措手不及。如果不出意外啊，政治继续保持稳定，那么中国超过所有西方国家也是指日可待的啊。那么说，西方国家好日子肯定就到头了。今后可以说，在越来越多方面是中国说了算，中国制定标准。另外一个呢，还有中国的民族性，那就是中国人是注重集体的利益，也就是说，集体利益是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西方国家，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想都不用想，不可能出现，所以才导致你看，因为西方注重个人利益，就形成了放养式的这种教育制度。其实啊，注重个人利益，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自私吧，自私自利，缺乏集体协作。好像专利这个概念也是西方发明的，他发明专利其实就不想让别人用他的技术，所以呢要把它保护起来。这个专利制度，我觉得虽然保护了那个发明人，但是呢，同时呢，遏制了一个社会还有科学的往前发展。到底好不好？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还有一个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方面，就是在中国，老师以及知识分子是受到尊重的，特别是老师啊，在普通人心目中他地位非常高。而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完全不同啊。先说中国吧，老师这个词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德高望重的、有经验丰富的解惑之人，这是老师的意思。但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特别现在啊，这些年德国的老师特别缺乏，会怎么样呢？从社会当中招一些没有上过师范学校的人去任教，没有学过心理学，没有学过教育学，而且这个所谓老师的自己的能力也不怎么样，导致了德国的这个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每况愈下，就这个原因。因为啊，老师的素质啊，真的是参差不齐啊。又加上德国这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德语也不行，所以导致了在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德国这教学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差了。以前在其他的视频我说过啊，如果是哪个中国的父母
他说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到比如说德国来，我就觉得这样的父母真的是在害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止一次说过，就是我真正的我知道认识一个前几年从中国一线城市移民到德国来的人，去年还是前年又带着他小孩回流中国回去读书了，因为他自己看到德国他的教育质量确实不好，所以呢为了不耽误自己孩子又回流到中国去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德国教育是呢年纪越大他的学习压力也越重，比如德国的文理中学，也就是德国的高中，它就是这样的啊。但基础教育绝对呢是不如中国的。进入大学之后，德国的大学呢也是放养式的，非常的自由，你可以自己去选你喜欢的学科，而且每周的课时表是由每个学生自己去定的啊。你喜欢学什么，修什么科，然后呢你自己去找，比如说哪天哪个时候是哪个教授在哪个地方上课。所以呢，在德国大学我知道是大学 university， 我不知道另外那种技术型的高等学校是怎么样的，听说是班级的，我不了解。我只是说德国正是这种综合性的大学，它绝对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课时表。所以呢，在德国没有固定的大学里面没有固定的班级，不像中国啊，没有固定班级，它是全部是分散的。比如说我这节课我见到这个同学，下节课可能我是见到另外一个同学。所以在德国大学，因为没有班级，也没有这种集中式的那个住宿啊，导致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疏远的啊。只是呢，可能有些你比如说选修了某些课，经常上小课的时候，能够呢跟一些同学走得比较近，否则真的在德国大学里面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我是个例，我不知道，也许其他人不一样。反正我的经历就是这样，我读完大学之后，我最后呢好像只有一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相当于朋友吧，能够说是算朋友，就一两个，真的不多。因为在德国他的大学是比较自由，所以呢你要看教授。我当时念大学的时候，极少数的教授上课会点名，但是大部分教授根本就无所谓，你上不上课无所谓。在德国是这样，在大学里面，只要你能够考过这个考试，能够修到这个学分就可以，就说明你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在大学里面也特别考你的主观能动性，你能不能管住自己。如果你能管住自己，你是个学习的料，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学到很多东西。教授会推荐很多这个教科书啊给你，或者是那个参考书给你，你要自己去准备。因为德国确实是题海战术，他教授呢不会告诉你去考什么东西，反正他讲的或者他推荐的都有可能啊在下次考试当中考到。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准备，如果你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是很难在德国把这个大学把它读下来的。我们当时是这样子，光是数学就会刷掉大概一半的人。因为我学的是商科方面的，所以我们要学数学啊，比如说像会计方面的高等数学啊，说高等数学其实很简单，都会刷掉很多人。另外呢，到了更加深入的阶段，又会刷掉一批又一批的人。最后呢，真正能够成功毕业的可能只剩下30%左右。从大学1年级入学注册到最后呢能拿到学位的，在德国大学可能我们当时呢就是30%左右的学生。所以呢，在德国读个大学出来特别的困难啊。大学那个教授呢是没有情面可以讲的，所以在德国大学确实是实打实的把它念下来。但是我刚才要说的重点是呢，在德国它是比较自由的，就是看你个人的自制力怎么样。所以在德国的大学，有的人他是学霸型的人，他特别能够学习钻研，那么就能够出成绩。大部分其他人呢，可能主观能动性不高的，就是混个文凭，到最后呢，可能也没有很多自己很高的能力。这是我认识的德国的大学的教育制度。除了可能有些德国所谓的精英大学之外，像德国比如说亚琛理工大学呀，或者是慕尼黑理工大学，它是德国比较重点大学之外，它能够出一些人才。我认为啊，其他大学还是比较平的啊。这主要是看个人学生自己主观能动性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德国又是美国的数字殖民地，所以你看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这20年德国真正的科技的领先发明越来越少。我觉得这也是整个西方除了美国之外正常的情况吧。
你看什么法国啊、什么英国啊、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过去这些国家到底出了什么东西？在 IT 方面几乎没有，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教育还有大学教育实在真的赶不上美国，也赶不上中国。所以呢，西方啊，像德国这种放养制，其实呢耽误了很多人才。因为孩子呢自制力不强，如果有个好的制度，教育制度啊，去引导他们，让他们有个好的环境，他们从小能够真正的投入学习当中，那可以挽救很多那个人才。但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制度它是放养制的半日制的学校，荒废了很多人才，又加上了中国它人口基数在那里，所以它的人才要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多，这一点都不奇怪，对吧？那么就导致了中国现在这些年啊，科技啊、军事它的提升速度很快，而西方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在没落，也是正常的。然后呢，在中国因为竞争很大嘛，人才很多，所谓的很卷，所以呢，才有今天这个科技啊，还有军事的这个地位。要是中国人都像西方那样有西方这种半日制，像西方这样放羊，我相信啊，中国可能今天2025年还在过着生产8亿件衬衫或者8亿双袜子来换一架飞机这种现实，可能今天还这样。你们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你们喜欢、你们愿意看到中国还这样吗？还有这些年啊，这几十年吧，西方有个思潮，那就是左派当道。左派呢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这样比较多。这些年啊，德国呢强调，比如说性别自由啊。去年2024年，德国呢实施了新的法律，就是每个在德国合法的公民吧，每12个月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性别一次，而这性别呢也可以改回来。14岁以上，父母同意就可以改性别，不用专家的鉴定，也不用做什么手术，直接就可以到官方某个办公室去填个表，然后这性别就改了。12个月之后，我感到后悔了，然后我又把它改回来。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然后就加上早早的接触到毒品啊、性等等，你们觉得孩子在该学习的时候不学习，而一天到晚在接触这种东西，你们觉得孩子能学到真正的科学方面的东西吗？在美国一样，甚至呢比德国更变态，它的性别比德国还多。德国的性别不止2种、3种啊，有很多啊。美国好像有97种，怎么样？后来就是特朗普一上台就颁布了行政令，就只承认性别只有男女。不过就是好像特朗普又来一个180度的那个大转弯。德国呢目前还是这样，就是可以有性别自由。这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相信呢每个人自己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你看西方在孩子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呢有性别自由，一天到晚讨论这种东西。另外呢，这个西方整个社会它是重文轻理，比如说法律方面的、社会学啊、心理学学习的人可能比较多，搞咨询的比较多，律师比较多。但是在中国是与西方是相反的，中国人比较注重数理化、IT 技术方面的东西，长此以往，此消彼长，这也是呢中国科技啊、军事大爆发的一个原因。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学生在学习科学，西方的学生呢在讨论性别，实现性别自由，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另外前段时间由于美国要威胁关闭 TikTok 对吧，然后呢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些国家的网民啊纷纷跑到中国这什么小红书啊、中国国内抖音等等，然后呢就变成了全民大狂欢，中国网民直接跟美国啊还有德国网民直接对话对账。一对账之后才发现呢，双方都误解了对方。比如说中国人原来很多仰慕，比如说美国的，现在呢这个肥皂泡这个破裂了，让很多网民，比如说美国的网民，现在突然发现，哎呦，中国网民那么可爱，然后中国人过得不那么差，甚至比我们更好。有很多人晒出自己的房子啊、车子怎么样。然后呢，中国人发现西方人很多人也过得照样苦逼。原来很多人抱怨自己的生活，在中国内地啊，抱怨自己生活压力很大。但是现在看到人家美国也有不少的人打2份工、3份工来养活自己，而且可能还过得比自己还苦逼。在美国，很多人不能全款买食物，
中国人我没有听说贷款买食物的，反正我没有见到过。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见到过在中国买不起食物要贷款去买，或者挨饿的这种情况。目前我是没见过。从70年代懂事开始到现在，我没有见过中国有人因为吃不饱饭挨饿的。但是在美国，对于不少人来说，能够全款买食物是一种奢望。你们想想看，就是根本不是那些公知啊，或者是移民机构描绘的那个西方那样。他们不是描绘吗？你到美国洗盘子3年就可以买上大 house， 买上别墅，过天堂般的生活。但是现在这些呢，由于没有这信息差，全部这些谎言都破灭了。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对比中国、德国教育制度，然后大家对比之后，到底看看哪个制度更适合你？你们觉得哪个制度更好？是中国全日制的教育制度，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年纪，从早到晚，在一个情境式的环境当中学习知识，要比西方这种更好呢？西方这种强调个人自由、放养式的半日制的学校这种制度，他们呢过早的可能就接触的性别啊、性啊、毒品啊，实现了性别自由。你们觉得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于你的孩子呢？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